Hello， 大家好，我係 Martin，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歷史悠久得嚟又極具創意，一個我覺得值得更多關注嘅牌子，就係 Ulysse Nardin 雅典錶，同埋同大家一齊睇下今年雅典喺 Watches and Wonders 發佈嘅旗艦錶款 Freak Nomad。講起 Ulysse Nardin， 我諗好多朋友都未必知道，佢哋其實係其中一個最古老嘅鐘錶品牌。早喺1846年 ，Ulysse 先生已經創立咗呢個品牌。比起 Omega 嘅前身 La Generali Watch Co 仲要早2年。喺早期嘅時候，雅典專注製造精準嘅航海天文鐘，當時唔少嘅海軍同埋商船都係佢哋嘅客戶。時間快跳到上世紀70年代，喺社會危機之下，雅典同其他傳統機械手錶品牌一樣，日子非常艱難。品牌喺1983年被商人 Rolf Schneider 先生收購。當時佢就同天才製錶師 Ludwig Oechslin 拍住上，推出咗好多劃時代嘅設計，其中就包括 Freak 呢個 product line。去到2014年，雅典再被 Kering Group 收購，一直去到2022年，經歷 management buyout， 再次成為獨立製錶品牌。簡單介紹完雅典嘅歷史同發展，我哋係時候出去睇錶啦。多謝東方錶行嘅邀請，今日嚟到佢哋喺圓方嘅雅典旗艦店參加一個好特別嘅活動，就係用 LEGO 去砌翻佢哋 Freak Nomad 嘅機芯出嚟。喺呢度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好特別嘅細節位，一入到鋪頭你會發現門口地下會有一寸嘅經緯度喺度，對應翻其實就係呢間鋪頭所在嘅位置。我覺得呢個設計真係非常有心思，完美呼應翻品牌航海嘅 DNA。除咗砌 LEGO 之外，今日嘅重頭戲當然就係要上手試下呢一隻嘅 Freak Nomad 啦。先講講隻錶嘅基本資料，隻錶嘅錶徑去到45mm， 厚度亦都有17mm。我諗好多朋友同我一樣，第一次見到隻錶嘅時候都有俾佢震撼到，因為佢嘅佈局同設計真係非常獨特。今日就想同大家將隻錶逐層解剖，慢慢欣賞。我哋先由隻手錶嘅底部講起，可能有啲眼利嘅觀眾一見到就會問：咦，呢隻唔係自動錶嚟嘅咩？點解會冇咗個擺陀嘅？問得好，有別於一般嘅自動錶，呢隻錶就採用咗雅典自家嘅 Grinder 磨床式自動上鏈系統。呢個系統能夠充分利用手腕嘅任何輕微動作，因此佢嘅上鏈效率亦都係普通自動上鏈系統嘅2倍。呢隻錶嘅錶面同樣精彩，除咗上面布滿用人手雕刻出嚟嘅菱形 pattern 之外，呢隻錶嘅錶盤其實亦都係佢嘅時針。不過要講到全隻錶最吸睛最精彩嘅就一定係佢呢個由機芯組成嘅分針啦。相信好多朋友都知道呢個飛船形狀嘅裝置就係鼎鼎大名嘅卡羅素系統啦。卡羅素同陀飛輪喺作用上其實都係透過擺輪嘅轉動，從而抵消地心吸力對呢個游絲嘅影響。我曾經聽啲前輩講過卡羅素嘅出現其實係有啲製錶師為咗避開寶璣陀飛輪嘅專利而設計出嚟嘅結構。呢度想同大家輕輕分享一下卡羅素同埋陀飛輪嘅分別。呢兩個系統其實喺結構上係唔同嘅。簡單嚟講，陀飛輪係由4輪軸帶動，而卡羅素就係由3輪帶動。而喺結構上陀飛輪嘅4輪片係鎖死唔喐嘅，而卡羅素嘅4輪又或者秒輪就係正常咁轉動。換句話說，呢兩個系統同轉速嘅快慢同究竟擺喺錶盤上咩位置其實係完全冇關係嘅。而今時今日，大家見到好多卡羅素嘅手錶都中意將機芯佈局放喺分針上邊，呢個就要多謝 Caher Cassipi 女士將呢個設計發揚光大啦。呢個咁破格嘅設計其實係 Caher 女士喺1997年嘅機芯設計大賽上嘅得獎作品。佢唔單止將呢個設計帶咗俾雅典，仲喺2000到2005年任職 Richemont Group 期間，將呢個設計帶到去集團旗下嘅品牌。所以如果有啲朋友記得10幾年前呢個設計曾經出現喺一啲伯爵嘅手錶上邊，千祈唔好驚，並唔係曼德拉效應。驚咩？有咩好驚啫？講開又講，其實而家主流量產嘅手錶又會生產卡羅素又會生產陀飛輪嘅，就只係剩低寶珀同埋雅典呢兩個牌子。唔好意思，好似講得真係有啲遠。呢隻 Freak Nomad 嘅機芯除咗卡羅素系統之外
值得一提嘅呢，就係佢嘅雙擺輪設計。喺擺輪嘅下方呢，我哋可以清楚見到啲齒輪組同埋擒縱系統。再往下呢，就係一套迷你嘅差速器。玩開車嘅朋友呢，就應該對差速器唔陌生。只不過擺個差速器喺隻錶上面究竟有咩用呢？其實佢就係用嚟平衡兩個擺輪之間嘅速度差，令隻錶可以精準走時。最後想同大家分享呢隻錶調校時間嘅方法。呢隻錶其中一個好玩嘅位就係呢，其實佢係冇霸的嘅。如果要校時間亦都非常方便，只要鬆開6點鐘位置嗰個扣，之後轉動錶圈，支分針呢就會跟住旋轉。呢隻錶如果唔計價錢嘅話呢，其實我係非常中意嘅。一個咁別樹一格又科幻感重嘅設計，再加上細節喺執行上亦都非常到位。唯一美中不足嘅呢，就係 45mm 嘅 size， 對於我呢啲手腕幼嘅人嚟講呢，真係比較難 carry。唔知你哋又點睇呢隻錶同埋雅典呢個品牌呢？歡迎下面留言話俾我知。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呢，就記住 like、share、subscribe。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